晚间好，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我是鬼影，戴上你的耳机，准备迎接梦魇吧。在欧洲的古老大地上，历史与传说交织，无数故事在荒凉的峡谷、幽深的森林与广袤的海岸间流传开来。这片土地见证了数千年的征战与和平，辉煌与毁灭，但真正永垂不朽的是那些从未被证实却深植于人们心中的恐怖传说。这些故事仿佛深夜的呢喃，穿越时间的迷雾，悄然流入每个世代的耳中。古老的修道院埋藏着被诅咒的灵魂，冰冷的大海里漂浮着沉默的亡灵之船，而险峻的山谷中，回声中夹带着早已消失的生命呼唤。它们没有结局，因为它们从未真正停止，仅仅是隐藏在黑暗深处，等待着下个不幸的闯入者。在这片神秘与死亡交织的欧洲大地上，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都市传说流传至今，无法被遗忘，也无法被解释。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些诡异的故事都在提醒着每一个人，当夜幕降临时，当浓雾遮蔽了视野，当寂静中传来不可解释的声音时，最好的选择就是转身离开，千万不要回头。克罗地亚黑修道士的诅咒 The Black Monk's Curse。 克罗地亚的赫瓦尔岛上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当地人流传着黑修道士的恐怖传说。据说这名修道士曾违背誓言，与岛上的贵族女子发生不伦恋，最后被发现并活活封死在修道院的地下墓穴。赫瓦尔岛的夜色总是降临得出奇的快，浓密的海雾从海岸边缓缓爬上陡峭的岩壁，将古老的修道院笼罩在苍白的薄雾中。岛上的居民对这片圣地怀有复杂的情感，他们尊敬它，因为这里曾是岛上信仰的中心，象征着上帝的庇护。然而他们也害怕它，因为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诡异传说总在暗夜里悄然回荡。修道院中被诅咒的黑修道士传说至今仍让人不寒而栗。几个世纪前，这座修道院是虔诚修士的庇护所，那些身穿灰色长袍的修士每日吟诵圣经，过着清苦而虔诚的生活。然而命运的暗流却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悄然流转。修道院中最年轻的修士罗曼是个英俊又才华洋溢的男人，他的双眼如夜色般深邃，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狂热。命运让罗曼遇见了伊莲娜，岛上贵族家族的千金。伊莲娜美艳绝伦，却生性倔强，厌倦了束缚于贵族婚姻的命运。他们的相遇在岛上的月光下如诗般展开，两颗孤独的灵魂在暗夜里燃烧出禁忌的爱火。罗曼的誓言与虔诚最终败给了爱情的诱惑。起初他们的小心谨慎让秘密得以隐藏，他们在月夜下幽会，海风掩盖了脚步声，渔船的摇晃声遮掩了窃窃私语。然而爱情带来的不仅仅是欢愉，还有更可怕的后果。几个月后，伊莲娜的身体开始显现出怀孕的迹象，这个秘密终于无法掩盖。当真相被揭穿时，修道院的主教震怒万分，他们将罗曼视为上帝的叛徒，违背贞洁誓言的罪人。伊莲娜被家族强行带回，准备安排一场耻辱的秘密堕胎，而罗曼则面临更为残酷的命运。修道院的裁决无情且迅速，他必须受到神圣的审判，活埋于修道院深处的地下墓穴中，永远不得见天日，作为对上帝与信仰的赎罪。据说当夜晚的钟声敲响12下时，罗曼被蒙上双眼，手脚紧缚，被拖入修道院隐藏在地下的古老墓穴。他的惨叫与咒骂声在黑暗中回荡，直至厚重的石板缓缓盖上，将他彻底锁入阴森的永夜。临死前，罗曼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诅咒：愿你们的灵魂永世不得安宁，愿我的怨恨如深渊吞噬你们，愿死亡的黑暗与我永存。自那之后，修道院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每到月黑风高之夜，修道院的走廊深处总会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与闷闷的低语声，仿佛有人穿着厚重的长袍在潮湿的地板上慢慢踱步。
修士们无法解释这些异象，他们的祈祷再也无法驱散那股阴沉的诡异气氛。多年后，修道院终于被废弃，成为一个被世人遗忘的遗迹。然而，岛上的居民从未忘记黑修道士的传说。有人声称，曾在修道院废墟中见到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模糊身影，兜帽深深遮住脸庞，只有苍白的下巴露在黑暗中。他无声地伫立着，仿佛凝视着闯入者的灵魂。几年前，几个年轻的都市探险者为了拍摄灵异纪录片，来到这座修道院废墟。他们带着先进的设备，打算在深夜进行一次完整的灵异探险，证明黑修道士只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午夜12点，探险者们点燃了手电筒，走进废弃的修道院。阴冷的空气仿佛有生命般缠绕在他们身上，潮湿的墙壁上满是青苔与斑驳的裂痕。他们步入主礼堂，那里一面裂痕累累的古老镜子，静静地伫立在破败的墙角，仿佛在等待什么。其中一个胆大的年轻人站到镜子前，对着镜头自信地说：“今天我们要揭开黑修道士的真相。你看，这就是所谓的诅咒之镜，根本没什么可怕的。”他对着镜子做了个鬼脸，随后按下了相机快门。咔嚓一声，快门响起的瞬间，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瞪大双眼，呆滞地盯着相机的荧幕，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相机。其他人见状，凑过去查看荧幕上的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后方，清晰可见一个穿着黑色长袍、兜帽遮面的身影，正冷冷地凝视着镜头，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他们的尖叫声在空荡的修道院里回荡，惊慌失措地逃向出口。然而，废弃的走廊感觉无穷无尽，手电筒的光线变得忽明忽暗，无论怎么跑，身后总有沉重的脚步声紧追不舍。后来的警方调查，只在修道院中发现了一台损坏的相机，里面存有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最后一张照片是年轻人们惊恐地怜悯那个黑袍修道士的身影，他站在他们之间，苍白的嘴唇扬起，仿佛在享受一场深夜的狩猎。黑修道士的传说至今仍在赫瓦尔岛的夜风中低语，那些胆敢踏入修道院的灵魂，从未有人能够全身而退。或许他依然在等待下一个误闯这片诅咒之地的猎物。英国布莱克岛鬼船 The Black Ship of Blyth。 在英国北部的布莱克岛 Blyth Island 海域，水手之间代代相传着一个可怕的鬼船传说。据说，一艘遭诅咒的黑船在暴风雨来临前总会出现在海平面上，预示着死亡与灾厄。布莱克岛是一个被迷雾与诡秘包围的地方。这座岛位于英国北部海岸线附近，四周的海域因变幻莫测的海流与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而声名狼藉。但真正让布莱克岛闻名于世的是那艘永远在雾中徘徊的幽灵船——黑船。这艘船的故事代代相传，在每个布莱克岛渔民的记忆里都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传说黑船第一次出现是在18世纪，当时一艘名为永恒号的商船满载着黄金与珍贵的香料，从荷兰起航，计划穿越北海，经布莱克岛海域前往英国本土。然而，当他进入这片神秘的海域后，便彻底失去了踪影。几周后，当地的灯塔守卫者在一个阴冷的清晨发现了一艘破烂不堪的黑色帆船，船身焦黑，甲板上的木板像被某种可怕的力量撕裂过一般，满是斑驳的抓痕和干涸的血迹。守卫者起初以为这是遇险船只的残骸，于是立刻组织了一支救援队前往检查。然而，当他们登上那艘黑色帆船时，发现船上空无一人，连一具尸体都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船舱深处刻满了诡异的符号与神秘的文字，像是某种古老的诅咒。更怪异的是，当他们试图检查航行记录时，发现船员名册的每一页都空空如也，没有任何记载，仿佛这艘船从未存在过。
数十年来，布莱克岛附近的海域频繁发生离奇的船难事件，失踪的渔船、搁浅的商船，甚至是航线偏离的远洋游轮，无一幸免。目击者们描述，在那些恐怖的夜晚，当海雾渐渐笼罩整个海域时，总能隐约看见一艘黑色的古老帆船在海面上缓缓飘过。它的船帆早已破烂不堪，但却能在毫无风浪的死寂海面上前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推动。最恐怖的是，那些声称见过黑船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遭遇了厄运。一位年轻的渔夫汤姆曾经对这个传说嗤之以鼻，认为是老一辈渔民的无稽之谈。有一次，他带着几个伙伴出海捕鱼，决心要挑战那片被诅咒的海域，亲眼证明黑船的虚假。出发的时候，天气还算晴朗，虽然风有些冷冽，但对经验丰富的渔夫来说，这点寒意根本不算什么。然而，当他们的渔船驶进布莱克岛的迷雾地带时，海上的一切突然变得诡异起来。四周风平浪静，连海鸟的鸣叫声都消失了，仿佛整片大海都屏住了呼吸。随着浓雾越来越厚，他们甚至看不见船前的航道，船只的导航设备也失灵了。突然间，远处海面上传来一阵古怪的木板摩擦声，声音悠长低沉，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海雾中缓缓靠近。他们还听见了沉重的脚步声，好像甲板上有人在走动。紧接着，一艘庞大的黑色帆船慢慢从浓雾中浮现出来，静静地停在他们的船旁。那艘船毫无生气，仿佛是从地狱深处飘出的幽灵。汤姆惊恐地大喊：“有人在船上吗？需要帮助吗？”没有人回答，只有海浪轻轻拍打着船身的声音。就在他准备掉头逃离时，他的伙伴突然惊叫起来，指着那艘黑船的甲板。汤姆转头望去，看到了一个身穿破旧水手服的男人，满身湿漉漉的海藻，苍白的脸庞上毫无血色。他缓缓地抬起头，露出一个诡异而死气沉沉的笑容，嘴里似乎在喃喃低语着什么。船上的灯光开始忽明忽暗，指南针开始疯狂旋转。惊慌失措的汤姆和他的伙伴奋力挣扎，试图驶离这片恐怖的海。然而，随着引擎的轰鸣声响起，海面上的雾气变得更加浓密。他们拼命地驶离，却像是始终无法脱离那艘黑船的影子。直到最后，灯塔守卫者在远处的海岸发现了他们的船搁浅在一处偏僻的沙滩上，船上的所有人都凭空消失，只剩下船舱内溃散的航海图与甲板上用鲜血写成的一句骇人字句：“欢迎来到无归之海。”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挑战布莱克岛的迷雾之海。那些古老的传说变得更加深不可测，成为渔民们警示后代的恐怖故事。但无论传说是真是假，当迷雾再次降临，当海风吹过荒凉的海岸，偶尔还是会有人声称在夜里的远处看见一艘黑色的幽灵船静静地在海面上驶过，无声地搜寻着下一个牺牲者。挪威山中回音怪 The Echo Demon of Trollfjorden。 挪威的特罗尔峡湾 Trollfjorden 以其壮丽的自然景观闻名，但当地传说中隐藏着一个黑暗的秘密——山中的回音怪。据说，这个恶灵潜藏在山谷之中，模仿登山者的声音，将人引入深渊。罗尔峡湾位于挪威北部，风景壮丽，巍峨的峡谷和深邃的山谷在冰雪的点缀下，如同大自然的雕塑。游客和登山者慕名而来，却极少有人愿意在日落之后逗留。因为一个古老的恐怖传说在当地代代相传，无论来自哪个时代的居民都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他们称它为回音怪。据说，当你身处特罗尔峡湾深处的某个隐秘角落，若听见有人在黑暗中呼喊你的名字，无论那声音多么熟悉，都绝对不能回应，否则你将再也无法找到回家的路。这个传说的源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来自于维京时期的恶灵诅咒，
也有人说是因为几百年前一场骇人的大雪崩埋葬了整个探险队，冤魂因此久久不散。然而，最常被讲述的是一个来自登山者的真实故事，一场无人能解释的离奇失踪。故事发生在20多年前，那时3名挪威登山爱好者艾瑞克、丽娜和托马斯决定攀登特罗尔峡湾的最高峰，挑战一条当时尚未被完全记录的险峻路线。他们都是资深的登山者，装备精良，行程计划周密，并且拥有丰富的野外求生经验。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准备，这座山藏匿的阴影远超他们的想象。出发当天，阳光明媚，气候异常稳定。三人步履轻快，对峡湾壮丽的景色赞叹不已。他们一边拍照，一边评估地形，整个登山过程顺利的出奇，仿佛山神也在眷顾他们。直到第4天下午，他们到达了一个几乎未被标注的险峻山谷。这个地方在他们的地图上甚至没有具体名称，只有模糊的线条和冰雪覆盖的标识。这里的气氛突然变得诡异起来，空气变得异常寒冷，浓雾悄无声息地从四周升腾，将视野压缩到几乎只能看清几米之外。树林间偶尔传来奇怪的回声，声音像是风与山谷共鸣，但隐约间似乎夹杂着低语声，好似有人在远处轻声交谈。当晚，他们决定在山谷边缘扎营，以避开可能的恶劣天气。他们点燃篝火，简单的吃了点干粮，尽管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但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紧张。夜色降临后，四周彻底陷入死寂，只有篝火偶尔发出的噼啪声打破了沉默。午夜时分，第一个异常发生了。艾瑞克突然从睡袋中惊醒，他猛然坐起来，耳边依稀听见有人在黑暗中呼喊着他的名字，那声音轻轻的，几乎与夜风融为一体。他心中一凛，立刻四处张望，但什么也没看到。随即他自嘲地摇了摇头，将这声音归结为风声或者梦魇。可就在他准备重新躺下时，那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更为清晰。艾瑞克，过来吧。声音阴冷低沉，仿佛从雾中深处传来。艾瑞克瞬间被恐惧击中，他迅速摇醒了丽娜和托马斯。他们听完他的叙述后面面相觑，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决定轮流守夜。深夜的山谷死一般的寂静，无风无雪，只有满天星辰冷冷地俯视着他们。黎明将至时，轮到托马斯守夜。然而不知过了多久，他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当艾瑞克与丽娜醒来时，只发现托马斯的帐篷里空无一人，营地四周也没有留下任何脚印，仿佛他在睡梦中被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抹去。惊恐万分的两人试图联络救援，但卫星电话与对讲机全无信号。他们不敢再逗留，匆忙收拾装备，决定立即沿原路下山。然而浓雾再次笼罩了山谷，无论他们怎么走，仿佛都在原地打转。地形在迷雾中变得陌生而诡异，每一条小径都似曾相识，却又无比陌生。最可怕的是，托马斯的声音开始出现在雾中。艾瑞克，是我，托马斯，快过来！声音时远时近，回荡在山谷之间，与回音融为一体。艾瑞克瞪大双眼，死死地拉着丽娜，警告她千万不要回应。然而丽娜的神色却变得恍惚起来，她像是被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吸引着。突然，丽娜挣脱了艾瑞克的手，疯狂地朝声音的方向跑去，嘴里激动地呼喊着托马斯的名字。艾瑞克疯狂地追赶，但他眼睁睁地看着丽娜的身影被浓雾吞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艾瑞克彻底崩溃了，他跪在冰冷的地面上，绝望地哭喊，声音在山谷间不断回响，直到彻底哑然。他最后的记忆是远处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从浓雾深处冷冷地注视着他。几周后，当地的登山救援队发现了一些破损的装备与帐篷残骸，
却始终无法找到3人的尸体。唯一留下的是艾瑞克的录音设备，里面录下的最后一段声音，至今仍是特罗尔峡湾未解的谜团。艾瑞克，过来吧，我们等你很久了。声音中夹杂着仿佛来自深渊的笑声，最后的录音戛然而止。至今，特罗尔峡湾依然是个美丽却隐藏着死亡诅咒的地方。那些熟悉的回音仍在峡谷深处飘荡，静静地等待着下个受害者。无论何时，若有人在雾中呼唤你的名字，千万不要回应，否则你将永远迷失在那片诡异的山谷，成为回音怪的下一个猎物。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记得点赞、订阅鬼影档案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欢迎留言分享。我是鬼影，我们下次见。